中國其實有一個問題是我一直沒有注意到，你說它其實成本非常高，它維穩的成本非常高，它要經營它這個國家的成本非常高，對，所以這個也就是它，因為這樣的一個成本，這樣的一個壓力，讓它現在不得不回過頭來去好好把它的經濟給搞定。对，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思考問題的一個角度哈。我的書最後一章也提到這個，就是說。中國政府呢，跟其他的政府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，就是說，維持這個政府本身的成本也是很高的。你比如說，中國共產黨有1億的黨員，是吧？對，你書裡面寫9000多萬。9000，那個時候是9000，現在超1億了，現在已經1億了，對吧？然後他要做很多的事情，是吧？這個，而且公務員的工資，在中國相比較來講還是比較高的。然後政府他做的各种各樣的事情，是吧？就是其他政府都不做的嘛，是吧？比如說台灣政府他不會去花錢去檢查你的這個比如說你做這個節目，是吧？就不會有人去天天看審批，他不叫審批，就他這個沒有這個開支，是吧？那就是中國政府它就有很多這方面的開支是其他政府沒有的。所以就是說，他要維持他這個。就此時此刻，他這種政府的運行的這種模式，也是需要一定的經濟增長的。所以你是不可能完全脫離經濟，這跟毛的時代是完全不一樣的。毛的時代他可以真是不管，或者是北韓也是這樣，他真是可以不管經濟增長，因為他那個政府的話，他不會，我老是做這個比喻，他不會增長 GDP。对，但他其實花錢也沒有花那麼多的錢，他沒有花那麼多錢。對，但是現在這個政府的話呢，他是花錢花的很多的。是，那你作為一個企業也是這樣的，你要如果花錢多的話，你必須得掙錢多才行嘛，是吧？你不可能老是花錢不去掙錢嘛。所以，當然就是說，你這個政府可以有一段時間離開這種經濟上的這種萬有引力，是吧？這個，因為這個物理學和經濟學不一樣的地方，就是說。你是沒法違反物理學的這些定律的，經濟學你是可以違反這個的，但是你是要付出成本的，那是吧？然後你要回頭的，你是要就早晚你是要回頭的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說，我的樂觀的這種場景是，中國可以慢慢的回頭，是，然後再回到鄧小平時代的重視經濟，对。放棄這種國際上的這麼這個，你這樣把我解了一個很大的惑，因為之前在中美競爭的時候，你就常常聽到一個說，中國人吃樹皮我都可以活下去，我如果跟你競爭，中國人是不怕苦不怕難，我一定要跟你一定槓到底。可是你說中國已經不一樣了，我在維持一個中國的 stable， 我要維持它的這個穩定，我要維持它的這個生存，它需要大量的金錢，它現在沒有金錢，它是不能維持它的安定的。就是說，是這樣的，就是說，你中國人吃不吃樹皮我不知道了，但你不能讓政府官員吃樹皮，是吧？就是說，你維持這個政府的話，也得需要經濟增長，对，也得，而且中國的這種經濟增長的話，你就說老實話，它就是靠私營企業嘛，是吧？私營企業帶來的這種就業，帶來的這種 GDP， 是吧？帶來的這種知識性的這種創新。這基本都是私營企業，所以你必須得向私營企業靠攏。私營企業裡頭，這裡也包括外資，包括台灣的企業，包括香港的企業，包括美國的企業，歐洲的企業，是吧？你必須得去開放，因為過去鄧小平說過一句話，就是說，開放就像一個窗子一樣，你打開窗子以後，空氣就會進來了，對，但是蒼蠅也會進來。是吧？那這確實是怎麼回事？是。但是這裡頭的話呢，你就去想這個問題，就是說，你打開窗戶以後，你是把這個空氣當成政治，還是當成經濟？是吧？你把這個蒼蠅當成政治，還是當成經濟？那鄧小平就認為進來的空氣是經濟，對。那進來幾個蒼蠅是政治這些東西，還有間諜啊，或者什麼東西，那它畢竟是幾個蒼蠅嘛，這還是划算的。但如果你把進來的這些空氣當成是政治上的一種威脅，經濟的好處是幾個蒼蠅進來，那你這個政策是取向就是完全就是不一樣了，是吧？所以我是希望就能夠回到鄧小平的時代，是吧？
就是確確實實從他自己的利益角度來講，那他作為執政黨的話，那有他自己的考慮，我覺得這也我們不能夠。但是您在您這本書裡面，您特別提到了習近平，有一個關鍵點，就是說。中國這幾年來，他的領導人是有任期制的。那我有任期制的關係，所以我會不會肅貪？有。其實中國的貪污問題一直不能解決。那有沒有肅貪？其實有，但是我都是手術刀式的、局部式的。那也就是說，每個人要確保，就說我下台，我不要被清算。我也下台，我能夠安全，所以我才可以安安心心的把我的權利給交出去。可你說現在習近平比較大的麻煩，或你也在提到說習近平他的沒有安全感，是因為。他的肅貪是一個不是手術刀的，不是一個短暫的，是一個長期而且全面的，甚至很多是他的對立面的。所以你說現在習近平他會有一個非常強的不安全感。那這個不安全感它有兩個部分，這是他怎麼交班，因為交班是一個大問題，交班是一個政治動盪非常大的問題。第二個安全感真的可以讓他放手，讓這個社會活絡，跟真的可以放手讓這個社會的經濟自己流動嗎？對這個的話。就是我們坐在這兒，我們是沒法知道的，就說話，我們只能去猜測，或者是，你像我們在海外的話，研究這些問題的話呢，我們只能從經濟理性和政治理性之間，做出一些猜測，是吧？我覺得是這樣的哈，就是說你任期制有沒有？現在的中國跟毛時代的中國還是有本質的區別。就說這個，你可以背離鄧小平的改革開放，這個萬有引力是吧？因為他畢竟不是物理學嘛，他是經濟學。但是這個成本是越來越高，成本越來越難接受。那你作為領導人的話，這個不安全感有可能來自於經濟不發展，經濟受到這些挑戰，是吧？對，這也是他的不安全感，這也是不安全感嘛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說，你看現在這個年輕人失業率都是很高的嘛，是吧？然後這個下崗，公司開不出工資來，是吧？那這也是造成不安全的一些因素嘛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說，我覺得這個東西的話，這個畢竟跟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是不一樣，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那個時候確確實實，中國老百姓是根本想也沒有想到要提高生活水平啊，什麼什麼等等，他就覺得好像這政府就這樣就應該這樣。但現在中國的老百姓不是這樣。可是你裡面有特別提到，就是說，在毛澤東之後，本來是華國鋒。可是華國鋒之後，因為剛剛講有8大佬，然後後面其實是有一個就有一個管制體制的。也就是說，其實我們覺得它虽然中國是一個專政治政權、獨裁政權，但是它裡面是有一個權力的平衡的。對。但習近平其實是把這個權力平衡給破壞掉了。是。那破壞了這個權力平衡了以後呢，他想唯我獨尊。又剛剛講的，我又做那麼多肅貪，那我如果可以這樣對別人，我下台以後別人也可以這樣對待我。那現在您裡面提到說，那會非常擔心說，第一個我怎麼交棒？那我交棒的時候會不會造成那個危機？這個也是中國的現在未來要面對的一個大問題。對，這個交棒，這個局勢是非常非常複雜的，而且可能變得越來越複雜了哈。但在這件事情上來講的話，你要是去事先去安排、事先去計劃的話是很難的。對。但是經濟發展是可以做出來的嘛，是吧？如果你要是能夠繼續對美國保持一定的出口，是吧？如果在關稅方面獲得一些這個美國的讓步，然後國內經濟又可以發展，是吧？我一直認為，中國之所以沒有走蘇聯垮台的那條道路，並不是因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有多麼強大，而是因為中國有私有企業，有民營經濟，他們可以產生這個就業，可以產生稅收，是吧？這些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維持它的統治的最重要的原因。可是你講的重點就是，
中國在有一段時間，它的規模跟成長是同時的。那規模跟成長同時，就剛好是代表你改革開放，然後呢，中間改革開放之後，然後呢有一段時間，可是現在這個規模跟它的成長基本上是在規模在放大，可是我的成長是在收縮。對，是，所以這個的話呢，就是說，我覺得咱們把這個問題分成2個層面去講哈，一個就是說，剛才我講的，就是說你把窗戶打開以後進來的是蒼蠅還是空氣，是吧？你如果認為進來的是經濟，空氣是經濟，蒼蠅是對你政權的威脅的話，你可能還是要開放的，還是要搞改革，這是鄧小平的思維方式嘛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說，你到底是看重哪個方面？你是看重經濟方面，還是看重政治方面？另外一個的話呢，就是經濟層面的討論了，就是說用什麼樣的經濟模式，用什麼樣的經濟政策，能夠確確實實恢復中國的經濟增長。是。那麼當下的一個國內占統治地位，這不光是最高領導人，這中國很多的知識精英、這個經濟精英，甚至是商業精英，都是搞技術出身的。他們有一種觀念，只要是技術搞好了，經濟就會搞好。我是非常不同意這種看法的，非常不同意這種看法的。因為現在的這些技術，在中国的这些技術投入是非常大的。用这个風險投資的語言來形容的話，它是燒錢的。是因為你被卡脖子了，就是你得自己弄嘛。對，你被卡脖子。它是就是所謂燒錢，就是說它不是掙錢嘛，它是燒錢。燒錢以後這錢就沒有了嘛。它不是說是燒錢，它還有那剩下可能是紙錢，是吧？那紙錢也不能夠產生經濟價值，是吧？就是說，它這都是燒錢的。技術從長久來講的話，會促進經濟增長。但是你這個技術得是在應用到經濟裡面才可以，是吧？然後要提高人的收入的情況下，它才會對經濟增長起正面的這種作用。那中國現在很多的這種技術項目都是在燒錢。內捲，它是在損失商業的利潤，損失企業的利潤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它沒有在促進經濟增長，所以就在經濟政策討論裡頭，也有一個題目，就是說，是不是要按現在這種產業政策，這種高投資，建了那麼多的高鐵，建了那麼多的高樓，建了那麼多的這些東西，在我看來，正確的經濟的政策的走向，是應該提高老百姓的福利，是吧？增加他們的工資，增加他們的社會保障，要消滅城鄉之間的這種差別，要進行一些產權方面的改革，要進行一些法治，要進行一些對私營企業的這種法治上的這些保護，然後其他那些東西，你就相信市場，它就會帶來技術方面的這個進步。可是你剛剛講的這個是經濟部分，當然還有一個是政治部分，因為我們就講的還有一句話叫做王者必霸。現在中國如果今天真的大了以後，你的民族主義，然後呢，你當然會開始有一些霸權的那種感覺，這是對台灣來講最大的一個威脅。那如果你還是有這樣的霸權，所以你剛才你為什麼開始從奧巴馬開始說，我就是要開始回到東海，就是因為你在南海問題。就中國如果這個東西它不解決，它會改變嗎？那如果不改變的話，中美的結構不可能改變，中美的結構對抗的結構不能改變。那您剛剛所提的，我要美國的市場，我要技術的這個那個解放，我要這個卡脖子東西那都不可能啦。其實中國領導人哈，在台灣和南海問題上，並不是說他們有兩撥人，一撥人就認為，這個南海和台灣不是我們的，另外一撥人認為這是我們的，他們都是有共識的。這台灣就是要統一，南海是我們中國的。你即使是中國最自由派的領導人，也是這種看法啊。我覺得這個我們要把這個問題認識得非常清楚。唯一他們的區別就是，我要南海那邊實行這些主權也好，台灣統一中國，我願意付出多少成本？自由派不願意付出這麼多成本，
強硬派願意付這個成本，區別就在這個地方。那現在強硬派大還是自由派大？現在當然是強硬派勢力比較大了，是吧？嚇死人！是啊，但是這就是又回到我們剛才談的那個题目，即使今天的强硬派，它也是需要經濟增長的。所以我就是希望，這當然是一种希望，就是只是我自己腦子裡想的，就是說我希望就是这種經濟現實會去改變強硬派的這種思維方式，是吧？就是說他認識到，哎呀，這個成本是太高了，我不願意付出這個成本。好，那還是最後回到你這本書裡面，您特別提到了 EAST， 其實這4個不同的概念。有時候我開始從中國開始，我要用科舉，我要是一致性，我要穩定，現在加上的一個新的科技，這個是建構了整個中國一個統治的這個部分。那它到底現在在習近平上面出了什麼樣的問題？而且你的書才會寫着中國模式的終點呢？對，就是說我這本書呢，一半是講中國歷史，一半是講中國現代。那我覺得從歷史和現代中國的發展都可以看出一個，在我看來是一個規律啊。這個規律就是什麼呢？就是中國發展最成功的時候，它是把統一性和異質性，就是不一樣的這個，我們叫 scale and scope， 是吧？一個是規範，一個叫範圍，就把這2種力量掌握的比較平衡、比較好的時候，中國才有非常好的发展。比如我覺得唐朝是吧？唐朝它雖然有統一的帝國，但是唐朝你要看它的意識形態啊，它有儒教，儒學，也有這個佛教，是唐朝是達到了高峰嘛，也有道教什麼的等等這些，而且長安當時是一個全世界來講都是一個很開放的一個首都，是吧？就是說它有這種帝國的這種統一性，但它也有個人方面的這種自由。最發達的時候是這種情況。另外一種情況就是魏晉南北朝的時候，那時候都是分裂的、打仗的，哎，但他的個人自由是很高的啊，那有很多的創新什麼等等。但是那個時候不斷的發生戰爭，是吧？死亡率非常非常的高，這也不是一個很好的狀況嘛，是吧？那再一個典型就是明朝和清朝，是吧？帝國疆土面積非常大，沒有任何的活力，沒有科技的發展，這也是不好的，是吧？所以我就說，其實我寫這本書的有一個初衷的話，就是說，因為有些國內的有些人老是批判我說我是西方教育出來的，老用西方價值去強加給中国。我是從中国歷史上得出了這個結論嘛，就是說一個國家要發展，同時要有統一性，另外它還要有一定的自由性。那改革開放的時候，發展最好的时候，當然有共產黨的統一的領導，但是在統一領導之下，是有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，有外資，有台商，有香港，有美國，有日本，有這個歐洲的企業到中國投資，也就是在經濟上它是一種多元化的這種狀況，政治上是一個統一的，是吧？它这也是一個經濟上多元化和政治上統一是一個結合，而且我覺得有段時間是結合得很好的。你說在鄧小平後面的時代，鄧小平那毛的時代只有統一，是吧？一黨專制什麼的，那有什麼經濟發展？沒有任何經濟發展。所以我擔心的就是說，所謂這種中國模式的宣傳者，而且在國內，在中國大陸有很多受過很好的教育人都相信這個東西。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因為有中國強大的政府，統一的領導，統一的安排，其實不是自上而下的這種安排造成的經濟的奇蹟。我是提的，我是下放給地方政府，我是非常地方政府其實完全是用 GDP 来做考核，這才有它的一個壯大。我是非常不同意這種看法的，而且我覺得，因為中國的精英、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，在08年以後，相信了這種看法，然後到了後來，把這種看法發展到極致，對吧？那實際上現在造成的問題就是這種中國模式的
後面所有造成的這些內捲等等的這些，只有投資沒有消費，是吧？只有外銷沒有內銷，是吧？只有技術没有這種普通的這種就業，是吧？那這個是絕對在一個13億大國、6億農民的國家，你不是新加坡，不是香港，是吧？這個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。所以早晚還是要回歸到我覺得比較合適的一種模式，是吧？我不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這個領導，是吧？我自己，我們家什麼的也都是這個共產黨的這種家庭，是吧？我不反对這個東西，我自己是支持民主、支持自由的，是吧？但是我覺得一個國家要循序漸進，你要是看到突然的一下改变的話，這個成本也是非常非常高的，是吧？我是希望中國能夠一步一步的先從經濟開始，然後政治上變得比較温和，然後下一步自然而然的变成一個更加開放的一個制度。可是老師，你講的就是當時美國要讓他進到 WTO， 美國讓他進到全世界的市場的期待，就是讓你經濟開放了，經濟開放了以後，你就有中產階級，你就開始有個人意識，你就可以改變。可是中國的模式剛好相反，中國是我越有錢，我的控制的能力越強，控制的能力越强，我越要求一致性，我的統治基礎越强。這個是美國或是現在就特別是美國右派，他們現在最質疑中國的部分呢？不是，但這個東西的話呢，我們應該有歷史觀來去看這個問題啊。就是當美國當時支持中國進入 WTO，支持中國的全球化的時候，中國是有可能向那個方向發展的。但是後來改变了嘛，是吧？这個很多的情況改變，這是你你是不好預測，還是中國的本質就是這樣子？這不能這麼說哈，就是說，所以在這個問題上，我覺得我跟有些學者還是有一些分歧的，就是說，我不覺得他總是這種鐵板一塊嘛，是吧？就是說這個，就是說就這麼說吧，就中國肯定比其他的很多的國家的政治制度要更加具有尖銳性，這個我是承認的。而且你特別書裡面講的一致性，对，這個是比很多國家都是這樣的，比日本啊什麼等等這些。但是在這個大的前提下，能夠改變這種狀況的話，我看不出任何其他的途徑，也就是經濟發展。如果你沒有經濟發展的話，沒有市場經濟，沒有外資，沒有我這經濟發展是比較廣義的，是吧？沒有學術方面的這種國外的這種交流，那中國可能變得更差，是吧？變得更差。那可能你像我很難想象中國持續毛澤東1976年他去世時候那個中國再持續20年30年，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？那我覺得那是非常可怕的狀況。是吧？大家怕的是另外一個狀況，是你有錢了，你有技術了，你越來越強了。如果今天沒有這樣中美對抗，你的 AI、你的能源、你各方面反而更強，你有更強的有的經濟狀況，其實不是讓你更民主，是讓你更專制、更有能力控制你的。不，但是我覺得這個，我覺得我要表示一些不同的觀點啊，就是說，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，這個我們都可以承認，這個是吧？但是我們很難講，我覺得這個看法是不成立的，就是說中國比以前更不民主。你怎麼可能比毛澤東時代更不民主？可是你在書裡面也提到說，在清零的時候就把很多人嚇壞了。是，對。說在清零的時候，你連家門口都不能出啊，這個對中國的中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傷害。是，這個是，就是說，但是就是說，清零那段時間，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極致的一段時間，而且這個對中國的社會和中國老百姓的心理打擊，因為清零的話很有意思的就是說，他在上海搞清零，对啊。過去上海，這個上海人是吧？上海人他們都是自己覺得還自己高尚的不得了的是吧？他覺得就是中國你可能這個獨裁制度跟我有什麼關係嘛是吧？你可能獨裁是在河北獨裁，在甘肅獨裁是吧？就是第一次就讓上海的這種小市民，上海的這種我們叫做布爾喬亞是吧？就是這個小資產階級，平常都是喝着咖啡的是吧？到這個跨國公司去上班的這些人，感覺到了這個體制的刀刃的那一部分。以前他們是沒有這種感覺的，是吧？
這個我覺得是清零造成的一個很大的心理上的影響。就我承認这個清零這段時間是吧，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，因為即使再專制的國家的話，也沒有能達到控制你家庭的這種行為是吧？對。但是從整體來講是吧？你從過去30年、40年整體來講的話，那比起毛澤東的時代，中國還是有一定的行為的這種自由。即使今天的中國，在私下裡大家討論問題的時候，要遠遠比文化大革命在私下裡討論問題的時候要自由的多啊。所以我就覺得，就是說，經濟增長和全球化沒有帶來中國制度上的轉變，但是還是帶來相當程度的社會上的轉變的。好，我們可以開始談到，就是說，對台灣來講，中國是我們生存發展的一個最大的這個威脅或者是影響的一個因素，所以我們要了解中國是一個台灣人必須要做的一個功課。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，剛剛講的，請了黃老師來，我們就介紹。今天也理解了為什麼川習會要進行，也理解了未來1個月對整個美中之間，甚至對台灣之間有非常大的影響。我們需要了解這個世界的脈動，我們台灣能夠找到自己生存的一個方式。非常謝謝黃老師。謝謝主持人，很高興在這裡跟大家交流。謝謝您，謝謝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，歡迎你抖內相挺，用一杯咖啡、一杯好茶的心意，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。而你的超級留言，我都會認真看的。